别人摆摊都绕着警局走，我却直接把小吃摊支在警局大门口。警察以为我是故意博眼球，然而我只是给他塞了口鲜肉馄饨，他就差点把我连锅一起带走。热气腾腾的水煮鱼，爽滑筋道一口爆汁的炸酱面，还有锅包肉、辣子鸡、糖醋话梅排骨。从此警察们炫饭炫到飞起，一天抓8个小偷不是事儿。老板，你这馄饨怎么卖？看着托盘中整整齐齐的码着的胖嘟嘟的大馄饨，以及那薄薄的皮下隐隐约约透出来的嫩红肉馅，柳白婷忍不住吸溜了下口水，面上却还是一片高冷。我笑了笑，今天只有肉馅的，8块一碗有12个馄饨，另外火烧1块钱一个，空心大火烧，口感酥脆着呢。什么8块12个馄饨？柳白婷有些不敢置信。要知道海琴市可是龙国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连小馄饨都要10好几一碗，更何况是我这皮薄大馅的大馄饨。他不会是用了什么僵尸肉吧？迎着他审视的目光，我丝毫不慌。放心，都是新鲜的肉，不好吃的话，你让警察叔叔来抓我。哦，那给我来1碗吧，再加个火烧。好嘞。我掀开锅盖，从不锈钢托盘中加了12个馄饨下入锅中，又取出早就已经制作好的面剂子擀成长条，刷油然后塞进烤炉。很快一碗鲜香的馄饨就完美出锅，脆白相间的小葱段漂浮在碗中不时晃动，紫菜和鸡蛋丝恰到好处的点缀，那馄饨更是晶莹剔透，个个粒大饱满，肉馅儿清晰可见。柳白婷的肚子顿时咕噜作响，也顾不上烫，站在我摊前就捞起一个大馄饨，迫不及待地点下去。一瞬间，鲜美的汤汁在口腔中迸溅而出，略弹的肉馅咸香可口，十分弹牙。柳白婷忍不住一连吃了好几个，完全停不下来。好半天，她才意犹未尽地放下被舔得锃光瓦亮的大碗。老板，你这个馄饨好好吃。话还没说完，一股子烤火烧的香味又飘了过来。那简单而纯粹的小麦香气，瞬间又勾起了他的馋虫。我连忙又夹了一个递上去，结果这金黄的色泽，这酥脆的口感，咬一口满满都是幸福感。老板，你这个火烧也好好吃啊，1块钱一个太便宜了。馄饨也是啊，明天我还来，一定要给我留1份啊。柳白婷摸着肚子依依不舍地冲我挥了挥手，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结果一转头就看见个身穿警服的人站在了餐车旁边。额外任务这不就有了？欢迎警察叔叔，您来碗馄饨。我觉得我应该还不至于被叫叔叔。我这才发现对方年纪跟自己似乎差不太多，只是明显睡眠不足，2只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堪比某国家保护动物。大意的大意，忘了这年头7、80岁的老大爷都叫警察叔叔。我干咳2声，机智的转移话题。咱这馄饨8块一碗，一共12个，火烧1块钱一个，你看来1碗。8块，我昨天早餐吃了碗蛋炒饭都10块，里面还只有几块看不清的火腿肠，这物价认真的吗？童叟无欺呀，警官，我要是不货真价实，能这么嚣张在派出所门口摆摊吗？也是拿来3碗馄饨，3个火烧吧，打包带走，这些配料啥的都要。好嘞。我二话不说直接开锅，那潇洒的动作给警察叔叔都看呆了。你还是第一个敢在我们派出所门口摆摊的。哎呀，那边人太多容易抢生意吗？我熟练的把各种配料撒在碗里，再均匀的撒上几滴香油，一勺汤下去，咸香的肉味喷涌而出。本来还一脸生无可恋的警察叔叔，瞬间就支棱了起来，那是抢过我手里的馄饨和火烧就往回跑。谁知他刚刚坐下打开盖子，一双双饿狼般惨绿的眼睛就齐齐盯了过来。你们想干嘛？这馄饨也太鲜了吧，外皮爽滑，肉馅丰满咸香，跟它比起来，我之前吃过的馄饨简直都是在浪费粮食。还有这火烧，感觉是个大师傅才能做出来的，少说有个10年8年的水平了吧。等等，我还没吃呢，能外8块一碗，你们自己去买啊。什么你说这个馄饨8块，怎么可能？就这肉馅，这口感没有20根本拿不下好吗？王若薇简直难以置信。下一秒，老板给我来10碗。等等，这什么情况？老板，我2碗都是打包的啊，还有3个火烧，别让人给我抢了哈。我是1碗，你现在煮的里面有我的吧？别急，都有。此时我只恨自己不是属章鱼的，看着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我不仅有点心虚。馄饨要现包了呀，火烧也要现做。我本以为这句话能劝退那些急着上班上学的，结果队伍纹丝不动。老板，你还有时间说些有的没的，赶紧对吧？就是，没办法，我只能苦兮兮的继续干苦力。王若薇则在旁边忙着干瞪。说好的新摊子呢？不过就这馄饨的味道跟价格，放哪都是绝杀啊。不过这队排的，不如7点半以后再来，到时候上班的上学的也基本就都干正事去了，绝对不会排队。打定主意后，他转身就回了派出所。等到7点半一到，3个年轻警察就结伴冲到了小摊前。果然没有排队的了，哥真是太英明了。是啊，不止没有顾客，甚至连老板都已经开始收拾起餐桌了。上朝云简直欲哭无泪。老板，你这东西都卖完了？是啊，警察叔叔啊，不是警察同志，我这不是正收拾着。老板，我们这还想着再买你的馄饨吃。警察同志放心，明天我还来啊。虾仁馄饨怎么样？再加点脆脆的冬笋。真的吗，老板？我们明天的早餐可就真的指望你了。这3个顶着黑眼圈的警察恨不得挨个跟我握手，我比了个放心的手势，丝毫不慌，毕竟哥可是个有系统的男人。宿主今日营业完毕，主任务顾客好评点数150分之62，附加任务
回头客3/80，明日系统提供食材如下：虾仁、冬笋、几种辣椒和酿造的醋。童哥你挺贴心啊。我拿起手机搜了搜冬笋虾仁馄饨的做法，瞬间就拓印在我脑海。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出现在春和派出所门口，大老远的就看见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坐在派出所门口，两只手托着腮，似乎在等什么。我也没多想，把车子开到了地方停下。结果一下车，那个黑色外套男就直接冲上来把我抱了个满怀。不是我卖餐不卖身啊，我只是在警察局门口摆了个小摊，没想到第二天就遭到神秘人强暴了个满怀，吓得我差点一死一保清白。然而定睛一看，警察叔叔怎么是你？老板，求你给我一口，就一口。见状我人都麻了。警察叔叔，我卖的是正经馄饨，不是那啥，你可不要瞎搞哈。见我挣扎的跟个尖叫鸡一样，王若薇这才抹了抹哈喇子放开。老板，你是不知道，我昨天临时加了一整夜的班，今天还有个反扒行动要参加。现在我和同事们都惦记着你这口馄饨，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一瞬间我是人也不麻了，心也不慌了，反而是一股敬意油然而生。来，今天准备了冬笋虾仁馄饨，10块钱一碗8个，比昨天贵些，但保证每个都有完整虾仁。完整虾仁10块钱8个，这放到别的店里至少要17、18吧？老板，你能赚钱吗？不亏钱就想赚个口碑。反正系统给的食材不花钱，我表现得相当大方，这可给警察叔叔感动坏了。实在人真的不多啦，老板，给我2碗虾仁馄饨，3个火烧，今天要去反扒，我一定要吃得饱饱的，这样才能有力气抓人。好嘞，您等着我。就在我忙得热火朝天之际，摊位前又出现了2个叽叽喳喳的学生。就是这家，昨天香的我在老班课上流了1节课的哈喇子，真的好香。老板先给我来碗热馄饨，小料都要。萧一你呢？我吃个虾仁的吧，再来个火烧，他家火烧贼绝，你真的不来一个？不了吧，我最近要减肥呢。小姑娘猛咽着口水站在一边，声音与王若薇发绿的双眼相映成章。我赶紧加快速度，很快几碗馄饨就做好。这有辣椒油、醋和特殊处理过的醋汁，根据口味自己放啊。王若薇闻言连忙打开一旁的调料盖子，一股特殊的香气味扑鼻而来，辣椒的辣，陈醋的酸，瞬间让她口舌生津，猛地加了好几勺子，捞起一颗馄饨送入嘴里，酸辣香辛盈满整个口腔，再咬上一口，冬笋带来的特有脆感在口腔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配上整颗虾仁，简直能掀掉美人。老板，你这虾仁馄饨绝了！我要不是当了警察，高低得给你当个学徒打下手。你这手艺确定不开个店？开正在找地方呢，找着地方通知你。此时2个小姑娘看着人吃的这么尽兴，也是忍不住了。好吃，这也太鲜了吧！明明这鲜肉馄饨更好吃好吧？肥瘦得当，入口爆汁！我要把这个地方列为宝藏必吃小摊。火烧好了。这么酥脆的火烧是真实存在的吗？你干啥？说好的要减肥呢？减肥减什么肥？学习压力那么大，再不吃点好的还得了？老板，给我再来3个火烧。那个火烧暂时没了哈。一旁怀揣着3个火烧的王若薇突然背后发凉。老板，火烧我拿走吃了，今天我要抓了小偷都是你的功劳。早知道刚才多点2个了。老板还要等多久啊？现在就好了。等等，早读好像快开始了。俩小姑娘眼疾手快抢了3个火烧，付完钱就用100米冲刺的速度就跑远了。我刚感叹了一下高手在校园，结果面前就出现一张惨白的脸，仔细一看，那黑漆漆的双眼还直勾勾地盯着我。这个那个，小姐你这是？我来治病。一份冬笋虾仁馄饨，1个火烧，多加辣椒油和醋。不是，这谁开的呀？柳白萍，柳医生。算了，这不重要。老板麻烦快点，我还要上班打卡。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柳白婷是谁。不是，这美女怎么还在这样给我揽客的？我大惑不解，但手上打包的速度相当迅速。这位姐很快就带着浓浓的黑眼圈急速飘走，让我不禁又感叹了一句：高手在民间，若运动赛中有此悍将，何愁我大体育事业不兴啊！与此同时，珍珍，你今天买了馄饨啊？对，冬笋虾仁的，好像是10块钱8个，挺便宜呀。不过这价格，估计里面的虾仁你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有可能。算了，赶紧吃完赶项目了。这柳医生也不怎么靠谱，这么便宜的东西能好吃到哪里去？早班社畜怨气十足，然而一勺子下去，这馄饨一个又一个，火烧一口比一口嘎嘣脆的。珍珍，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啊？说什么？有什么要说的吗？苏珍珍嚼着馄饨，喝着汤，整个人飘飘欲仙。这馄饨简直不要太好吃好吗？整个的虾仁、火烧也好吃，重点是加起来才11块钱，还特别顶饱。说着，他一仰头，剩下的馄饨汤就被喝得一干二净。医生姐姐没有骗我，来人把方案拿上来，我还能再大战300回。6，回头我也去试试。我浑然不知自己又多了新客户，拿着一堆馄饨火烧送走了4个闻香而来的警察后，突然有点担心王若薇那边的反扒行动怎么样了。然而我却不知。等等，站住！感觉自己撞了大运的王若薇立马追上去，还不忘给搭档白敬军发了信号。那小偷看起来腿脚利索，对于地形也相当熟悉，各种往犄角旮旯地方钻。然而这次他窜出去没多久，人就被撂在了地上。跑你小子往哪跑？完全不气喘的王若薇掏出手铐，
就给这小子2只手给锁了个结实。兄弟牛啊，你这跑的都要破纪录了吧？嘿嘿，知道我这么能跑的诀窍是什么吗？还有诀窍？白敬军连忙竖起了耳朵。然而，嘿嘿，那就是因为我吃了我们派出所门口的馄饨，整2碗还有3火烧，这肚子吃饱了，腿上自然有劲啊！抓坏人一抓一个准，前辈下次有机会一起吃馄饨啊，可好吃了，我跟你说，价格还特别公道。好，这是哪来的国宝？不过看这小子是挺有劲哈，那下次去试试。恭喜宿主特定回头客数目增加，当前回头客数量80%，顾客好评点数150%，135%。支线任务已触发，将鲜肉千层脆皮馅饼、西安酸汤牛肉水饺加入到菜单中进行售卖。鲜肉千层脆皮馅饼，还加酸汤牛肉水饺，童哥你挺会吃啊！我没忍住吐槽了一句，然后直接收摊回家。果然厨房里已经多了一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牛腱子肉，看着颜色清亮新鲜无比。我二话不说，先用花椒水把肉腌制了一下，剁馅揉面入锅翻身。这味道，一口咬下去，一股子热乎劲儿带着肉香就窜了出来，咸中带鲜的肉馅混着一层又一层薄薄的焦香的外皮，嚼起来汁水四溢，麦香十足。我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好半晌才拍拍肚子，拿起一旁的牛肉，剁馅擀皮包饺子入锅一气呵成，在碗中撒上2勺系统友情提供的纯手工老陈醋，配上鲜香的辣椒油、虾米和其他调料，一勺子热汤撒上去，又酸又辣的鲜香味瞬间满厨房。喝上一口汤，再配上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新鲜牛肉水饺，绝了，摆摊去也。然而我万万没想到，我刚到警察局门口把摊摆上，半空中一个五花大绑的光头就直冲我飞来。在警察局门口摆摊究竟能有多衰？昨天刚被警察叔叔抱了个满怀，今天又被光头大汉飞扑而来，倒在地上的我简直怀疑人生。这年头不被扑倒的不配摆摊是吗？好在很快一群警察就7手8脚的把光头大汉从我身上拉起来。抱歉啊，老板，这小子有点能跑。原来是刚抓的小偷，我挥了挥手。没事，为民除害嘛。警察同志，今天我这有鲜肉千层脆皮馅饼，还有酸汤牛肉水饺。你们要是饿了，我待会烤出来给你们送进去。不了，刚抓的人，下次吧。那警察摆了摆手，跟同事一起把人押进了派出所。同事相当遗憾。我跟你说，他家那馄饨真是绝了，肉馅儿老大一个，虾仁也是完整的，在嘴里嚼起来简直都弹牙。馅饼也……我说你老实点，坐着，谁让你起来的？警察同志，我没想跑，别误会。你说那酸汤牛肉饺子好吃，我这不还闻见了鲜肉馅饼的味道？饿了，没想到咱派出所门口还有闻起来这么香的小摊。饿了，你撬别人家窗户的时候耗费了不少体力是吧？你咋没吃饱了再去啊？刘震明显是在嘲讽，可对方一脸无辜，想了半天，可能是命运的安排。老板来碗酸汤牛肉饺子，还有鲜肉馅饼。好，你可以去那边坐一会儿。我手上麻利的下起了酸汤牛肉饺子，结果这哥们却突然对我发出了灵魂拷问。老板，你买酸汤牛肉饺子开心不？我先说这别是什么直播节目的剧本吧，不过四下望去啥都没有。那当然开心了，每天干活都有收入，不用担心裁员了。等着，我还要开个店，赚了钱出去旅游。我还这么年轻呢，与其担心些有的没的，不如多吃晚饭来的实在。不如多吃晚饭来的实在。说得好，你这酸汤牛肉饺子要是好吃，我就再来碗。那我先谢谢了。我只当对方是个醉汉，殊不知他就是本地富豪萧仁最小的孩子萧关宏。只是游戏人间惯了，小少爷也开始思考起人生的意义。不过随着鲜肉馅饼的香味隐隐约约从烤炉里冒出来，他那惆怅也不由得随口水飞走。有不吃的东西吗？没有，多放醋，多放辣椒，辣死我，酸死我最好。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果然喝醉的人得离得远一些才好。算了，多弄点料给他醒醒酒吧。刚出锅烫，等会再吃，馅饼一会好了。好，另外你还没付钱。我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派出所大门，萧关宏赶紧拿出手机麻溜的付了口。对不住，忘了。萧关宏看了眼冒着热气的酸汤牛肉饺，那碗里还飘着火红的辣椒油花，醋味更是提神醒脑。捞出一个酸汤牛肉饺吞下去，嘴里火辣辣的感觉瞬间让他额头冒汗，酸酸的口感又刺激着味蕾，再猛地咬上一口就能爆出汁水的鲜肉馅。老板，再来碗酸汤牛肉饺子，还有5个鲜肉馅饼。大哥，你能小点声不？这后面是派出所。我也是无语了，这货要是搁古代，肯定是个功底传话的好手，就是必须得挨一刀。顾客好评点+1，忠实回头客+1。哎呦，客官这就来了。见这货再次吃的头也不抬，我转身想去再下一碗，结果我去，早听说你这东西好吃，今天有酸汤牛肉水饺是吧？来2碗啊！你不是在晨跑？我就没见过4点晨跑还顺带吃饭的。男人尴尬的轻咳2声，这不是老婆最近闹着美容养颜吗？好巧不巧，我俩就在一个公司，我想偷偷买点吃的都没机会。大男人天天吃菜叶子，哥都要饿出幻觉了。那啥，我晨跑结束了，来2碗酸汤牛肉饺子，还有鲜肉脆皮千层馅饼，
那再来5个，不10个。见一旁的萧关红吃的狼吞虎咽直舔咬，李星光眼都绿了。要不是警察局就在后面，萧关红今天就逃不了一劫。好在馅饼很快就上了桌，昏黄的灯光下，胖乎乎的鲜肉馅饼看起来金光四溢，阵阵麦香混着肉香袭来。已经饿了好几天的李星光再也忍不住，3个馅饼并在一起直接吃了口过瘾。这些肉馅饼也好吃啊！之前怎么没听人说起来过？层层肉馅跟酥皮相互叠加，不仅肉馅更鲜香多汁，外皮更是酥脆。李星光那是边吃边流泪，一旁舔碗的萧关红都惊呆了。哥们儿，你也喝酒没就菜啊？我简直无了个大人！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配料你都要吗？要都要多加了。李星光大口嚼着馅饼里肥肥的肉，只觉得香气四溢，口感绝佳。再抢过我手里的酸汤牛肉饺子，猛喝一口汤，那真是又酸又辣，开胃无比。他干脆把2碗酸汤牛肉饺子并列放在一起，2只手各拿了一个勺子，右边捞起一个酸汤牛肉饺子塞进嘴里，左边再捞起一个塞进去，直接给旁边的萧关红看傻了眼。那个老板啊，你愿不愿意去我家当厨师？你吃个酸汤牛肉饺子就让我去你家当厨师？哥们，你没事吧？没事啊，老板，你手艺特别好，我现在一点都不晕了。你肯定还会很多其他美食吧？没想到这还是个傻白甜，会倒是会，但是不好意思啊，我准备自己开店的，在这儿摆摊估计摆不了几天了。可惜了，你去哪开店了？快定下来了。老板再来1碗酸汤牛肉饺子，2个肉馅饼带走。决定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让老婆尝尝。什么美容养颜，酸汤牛肉饺子不香，馅饼不香吗？肉不香吗？好嘞，我麻利的装了个馅饼给对方，继续下着酸汤牛肉饺子。等再抬头看的时候，萧关红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真是个怪人。我嘟囔2句也没再多想，麻利的把打包的酸汤牛肉饺子递给李星光。这货美滋滋的接过，几乎是蹦蹦跳跳的跑走了。吃了这么多竟然还能蹦起来，是个人才啊！老婆，我回来。老公，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忍不了了，好吃！这个酸汤牛肉饺子里的肉绝对是新鲜的，吃起来好弹牙，鲜肉馅饼也好脆好多汁。老公，你怎么这么会买啊？太好吃了，还是肉好吃啊！李星光听了这话差点没哭出来。就是说嘛，美容哪能只靠吃菜？我老公说的都对。爹呀，自己老婆还能怎么办？这点好在这口狗粮离我更远，此时我的摊前。老板，我昨天抓了8个小偷，我厉不厉害？都是吃了你的鲜肉馄饨，让我充满了力量啊！王警官厉害！我毫不犹豫地竖起大拇指。然而一旁的老阿姨却不吃这套。我说小伙子啊，你抓贼是挺厉害的，但不管你一天抓了8个还是80个，就算把全世界小偷抓完了，你也给我去后面排队去。老阿姨气势十足，王警官当场败北。阿姨别生气，我就是想跟老板说话，真没想插队啊。妈，他要真是把全世界的小偷都抓了，肯定就不用来这排队了。王若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赶紧立起了衣服领子，跑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谁知此时身后竟陡然出现2个黑影，冲他猛扑而来，只为了多吃一口鲜香爆汁的千层肉。帅哥警察就被2个壮汉猛扑到飞起，尖叫声顿时响彻10里。你们不要过来啊！一旁的我差点活活笑死。定睛一看，原来又是俩警察同志。我们都听说了，抓了8个，你小子挺能了。嗨，还行，吃了这馄饨，我感觉浑身有劲儿。这不今天再来吃一顿，指不定今儿能抓几个呢。小子行啊，你立功了，这我们不应该给机会再表现表现。怎么表现？我们俩买早餐的钱转你了，老规矩你懂得。就知道没好事，爱物交损友啊！好在最后千军万马，他还是险险拿到了最后一。老板，等你开店了，可一定记得要告诉我们店在哪。就是老板，你可千万别把我们忘了。还没定下，到时候店开在哪，肯定想办法告诉大家。店主线任务1已完成，恭喜宿主获得2次抽奖机会，获得美食店铺所有权。店铺地址星辰北路100号。星辰北路，这可是海琴市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租金高的离谱。统哥，你确定这么大方的吗？我当即就想冲过去看看自己的宝贝地图，不过转念一想，好像还没抽奖。玩游戏抽卡每次我都要抽满大保底，不知道这系统抽奖我会不会也那么废？不管了，抽吧。定，恭喜宿主获得奖金20万元，该收入将属于宿主合法收入来源。我去，还真有，这下存款直接有6位数了，哈哈哈！再抽一次。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食材鉴别，只要一眼食材好坏一览无余。还行，虽然不是直接给钱，但也挺实用的。这视力直接能看穿100多米啊！美滋滋的摸了摸钛合金美滋蓝大眼，哥骑上小电驴一路风驰电掣，终于星辰北路100号到。这是一座看起来年代久远的石材建筑，2扇大窗户的2边都刻着精美的花纹，甚至连台阶2边都刻着祥云，里面的装修更是古朴典雅。这么大一座豪宅，认真的吗？发了。店主线任务2激活，进行5天餐厅试营业，期间每天只能出售米饭和任意2种餐品，且其中必须包含1道甜品或点心。完成任务奖励随机新技能1个，奖金10万元。附加任务每天更新菜单，每道餐品成本与售价均不超过20元。切，就这，
哥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转头把开店的消息通知给几位警察叔叔后，我直接开车去了附近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钛合金大眼随便扫一眼，就挑了买了不少上好的里脊肉、红薯、银耳啥的。就是这大爷大妈抢菜的战斗力实在彪悍。妈耶，这些大爷大妈要是体坛再就业，何愁我大华夏体育事业不兴啊？算了，今天下午的菜单就决定是锅包肉和红薯银耳莲子羹了。新鲜的里脊肉切得厚薄适中，腌制、裹面。下锅复炸2次，待锅中的酸甜汁儿变得浓稠之后，迅速倒入炸好的里脊肉，快速翻炒出锅，肉片色泽明亮，金黄诱人，一股酸甜的味道混着热气迅速散发出来，闻得路过的哥们那是直流口水。不行，忍住，这里的饭太贵了，狗公司不给报销。等等，远州楼市营业，锅包肉20元，米饭1元，红薯银耳莲子羹8元，顺便招兼职服务员。这认真的吗？不会是僵尸肉吧？想到这，邱正峰差点转身就走，然而那酸酸甜甜的香味就仿佛是小爪子一样，抠着他的心脏不放，连带着他的脚也是挪动不了一点。算了，来都来了，3样加起来总共才29块钱，能亏哪去？总不能试试就试试吧。老板，3样菜各来1份。老板，那啥，不好意思，吃的太投入了哈。我连忙抹了抹嘴，放下碗筷，没一会儿就端了个餐盘放到他面前。锅包肉和米饭来了，红薯莲子羹还要等一会啊。行，你忙你的去吧，老板。已经快馋晕了的邱正峰二话没说，抄起筷子开吃。刚刚出锅的锅包肉还冒着热气，胡萝卜丝和葱丝裹着酸甜的酱汁点缀在其中，一下口浓浓的酸醋味跟甜味一起刺激着味蕾，那外酥里嫩的口感瞬间就征服了当代社畜。这玩意儿才20块，老板你没搞错吧？我比了个放心的手势，没想到这哥们眼泪刷的就下来了。挂汁的锅包肉拌着 Q 弹可口的新米饭，他吃的那是头也不抬。老板再来碗米饭，你这锅包肉的量可真大。对了，那个红薯银耳羹呢？快让我尝尝。快了，今儿这银耳买的晚，泡发花时间，等出锅了就给您送哈。邱正峰一只手按一只手给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那仿佛二师兄进食的架势，直接给门外路过的富家女看呆了。但再看看只有2道菜加米饭的菜单，算了，走吧。这锅包肉听起来就没什么胃口，还红薯莲子羹。可是你看他店里那个人吃的这么香，总不能是装的吧？就在2个女孩犹豫不定时，我的红薯银耳羹终于闪亮登场。8块钱这么大一碗，老板你是来做慈善的吧？哈哈，放心不会亏的。那就好。邱正峰二话不说再次开吃，汤汁浓稠，红薯香甜软糯，用舌头轻轻的抿开，再喝上一口羹汤，那冰糖的甜跟红薯的香彼此相互成就，少了分甜腻，多了分爽口。另一个主角银耳本身虽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却因为炖煮多了一分冰糖的清甜，嚼在嘴中略带些许爽脆感，却又不会硌牙。老板，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有自信只在菜单上放3样东西了。邱正峰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老板再来2份，不，3份锅包肉我带走。此时外面的沈英和田小薇再也忍不住了，这看着不像是假的啊！算了，进去吧，我真走不动了。老板，2份锅包肉，2份米饭，你想吃红薯银耳羹吗？锅包肉1份就行了，尝尝味道，咱再去别家。那个银耳羹你自己吃就行，我不算饿。行，那服务员就按这个来吧。瞬间从老板降级为服务员的我也没说啥，转身就进了厨房。结果没过多久，哈哈，我还以为你肚子不饿呢。明明是这香味太犯规，好吧？话音刚落，我就拿着3个巨大的打包和路，那隐隐约约的香味勾得2个小姑娘哈喇子差点没流出来。邱正峰见状一把抢过外卖盒，老板，你可一定要把店开下去啊！等我下次出差还来你这。放心，保证你下次来我这店还在。那个老板，一旁吞了半天口水的沈英终于忍不住，我们的菜啥时候上啊？小样还拿捏不到呢，这就来。锅包肉上桌的那一瞬间，2个女生不约而同挖了出来，盘子里炸好的肉上都裹满了酱汁，像是蜂蜜一样晶莹剔透。早就饿了的沈英拿起筷子，用尽最后的教养招呼了一声闺蜜，然而闺蜜却沉迷爱豆，心绪不可自拔。这爱豆光看能当饭吃啊！算了，不管了。她迫不及待地把筷子伸向了那堆的高高的锅包肉，一口下去，酸甜的味道带着细微的咸香弥漫在口腔，外面的脆壳经过多次复炸，咀嚼间满是清脆的响声。喂，你真的不吃吗？暂时不吃了。我跟你说，我家爱豆他，等等我锅包肉呢？我那么一大盘子锅包肉呢？你知道吗？一口锅包肉的魅力竟比爱豆的腹肌还大，那真是追星少女吃了沉醉，减肥少女吃了落泪，白富美们更是为了他逼我赶紧认罪，只因我不愿意做他们男朋友，让他们每天吃到累。不是哥，是不想犯重婚罪啊。这锅包肉太好吃了，我一不小心没控制住自己。听到这回答，田小薇赶紧用筷子把最后那块锅包肉夹了起来。她现在严重怀疑这闺蜜是刚才逛街时被调包了，不然怎么可能这么能吃？算了，我吃这一块就够了，甜而不腻，脆而不焦。我去，你咋不告诉我这么好吃啊？这个那个，算了，滚一边去。老板，再上1份锅包肉。这气壮山河的吼声直接给我吓得一个机灵。您别激动，我这就去。我脚底抹油跑得利落，徒留沈英留在原地瑟瑟发抖的接受闺蜜的死亡视线。那个红薯银耳羹我还没喝完，你要不试试？田小薇冷哼一声，灌了一大口。好好喝，红薯好糯，银耳好脆，汤也好清甜，一点都不腻，一喝就知道是现煮的。
现在那些什么冻干的银耳粥一小碗5、6块，简直抢钱！待会儿我一定要带2份回家给我妈尝尝。就在田小薇感动的刷刷落泪之际，一双泛绿的眼猛猛地锁定了他手里的汤。老板，我又来了，菜单上的给我一样来1份。我认出这是那天喝醉酒的哥们儿，于是先给他上了碗红薯银耳羹。这哥们喝的那是一通稀里哗啦。等到2份锅包肉一上桌，这3人是比着赛的往嘴里塞，甚至连米饭都来不及吃，就这么消灭了大半盘。这吃相很快又引来了一群大学生，我忙的那是恨不得化身巴掌。没想到萧关红吃完嘴一抹，直接化身店小二门口一蹲。各位，不是我跟大家吹，我们远州楼的大师傅那手艺绝对是一绝，保证你吃了1次就还想吃第2次。再说21份的猪里脊锅包肉您上哪儿找？也就我们远州楼能找到。我去，这香味确实挺诱人啊，价格更诱人好吗？老板先给我来2份锅包肉。还有我，锅包肉、银耳羹我都要。眼看人越聚越多，我忙的那叫一个4脚朝天。等到再回过神来时，别说肉没了，米没了，汤没了，我自己都一滴都没了。我谢谢你啊，哥们，我叫娄远洲，这兼职工资你拿着。娄老板啊，客气了。在下萧关红，你这不是正在招人吗？今天就算是我试用期了，你觉得怎么样？工资不工资的都没啥，这员工餐总轮得到我尝鲜了吧？二，你看起来也不缺钱啊。老板，我家里给我找了工作挂了职，可我就想出来当个服务生发挥下余热。你招我不用交保险，我都有，我还有经验有颜值，考虑一下呗。可是我这刚开业工资不高。没事，你看着给，只要管饭就行。当然这管的饭一定要是老板你做的才行。可是这是我的证件，保证身家清白，没有犯罪记录，只要1天3顿饭吃饱，不管是扫地擦桌子还是端茶倒水，我都行不我。对上那双清澈且愚蠢的大眼，我还能说啥？那行，今晚吃饭是咱商量具体的工资待遇，等过阵子生意好了再提高一些，你看行不？那太行了。所以老板，咱今天晚上吃啥啊？我想想明天做什么，今晚就先做一顿尝尝啊。每天都换菜单啊？闻言，萧光红的嘴角那是比 AK 都难压。听我说，洗盘子和切菜还要人，他立刻转身说出去一下，我也没在意。谁料没多久，他就拉回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老板，这我兄弟洗碗、刷盘子、切菜、洗菜他都会，工资翻倍。老板，我超行的，咋的还买1赠1啊？我也是开了大眼了，不过看在他手脚确实麻利的份上，我还是把店交给了他去买菜了。再回来时就拎着我过5关斩6将，从大爷大妈手中抢来的新鲜鸡翅，把鸡翅剁成合适的大小，加入各种料来去腥，再裹上少量玉米淀粉跟花椒油一起拌匀，下锅炸2遍，再加入花椒翻炒10秒，最后随手撒了一把白芝麻以及一点醋和香油，完美。我先吃口试试。老板，试菜的任务太危险，让我来。那鸡翅块的大小正好，虽然没有去骨，但是因为油炸的关系，骨头早就变得酥脆，不仅一咬就脆，里面还酥软麻辣，连辣椒都让人恨不得多嚼上几口，又麻又辣，过瘾。老板，我已经试过了，相当完美，您赶紧尝尝。我冷哼一声，直接夹了一大筷子，就连宋胜也忍不住下了手。这辣子鸡真的太好吃了，香味和口感都保持到了顶峰，酥酥脆脆的味道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声音甚为悦耳。宋胜面上依旧一片平静，结果手里的筷子却越动越快。一旁的萧光红早已跟上，只见筷子在空中来来往往，互不相让。没一会儿，那原本堆得高高的一盘辣子鸡竟然少了一大半。不过我可以再做。那老板再来一份。这2锅就没一个跟我客气的，一盘又一盘又一盘，这给我炒的，总算明白他们为啥不在乎工资了。这是真能吃啊！我一路感叹着回到了家，结果小楼，你终于回来了。我一听不对，不犯法是吧？默默推开眼前的大汉。苗叔，你这是？你之前不是做了点蛋糕送来我家吗？那蛋糕可太好吃了，我跟你说。一提起之前我送的奶油蛋糕卷，苗叔哈喇子都流了一脸。那软软的蛋糕体，那香甜丝滑的奶油，一切都融合得恰到好处。可惜老婆太厉害，我就只吃到1块啊。苗叔，你是还想吃？不，我就是想问问你是照着哪个菜谱学的？我老婆啊，她也想照着做，这不还给你带了点水果过来，你别见怪哈。没事，苗叔，我发给你了哈。好嘞。触发支线任务，给苗叔一家送1份甜品。任务奖励：为星辰北路100号2层添加1套精美的家具，1整套家具。我瞬间一蹦3尺高。红哥，你放心，我这人就是爱给邻居送美食。我立刻掏出苗叔刚送的蓝莓，洗干净后加上糖和少量柠檬汁，最后倒入小锅中，一直搅拌到其变得粘稠，色泽晶莹的蓝莓酱就做好了。这时再拿出刚才蒸好的山药，加入奶油和炼乳搅成山药泥，最后做好造型淋上蓝莓酱，齐活。我打包好蓝莓山药，拎着就去了苗叔家。殊不知此时，这一步我做出来的怎么跟菜谱上都不一样啊？爸，你就别折腾了，咱家就没有做饭好吃的基因，还不如求楼哥再给咱做一个呢。你这臭小子！楼哥，你又给我们送好吃的了。没啥，苗叔阿姨我做了份蓝莓山药，你们尝尝，我就不进去了哈。
我客套了一番，放下东西就跑了。胡流描述不舍的呼唤：“小罗啊，你的描述下次再给你一点水果哈。等等，你们给我留点啊！”一份小小的蓝莓山药竟引发家庭世纪大战，老婆一套降龙十八掌，中年男子只得带伤药说法。没办法，只怪这蓝莓山药味道太美丽，迷得我晕头转向直抽气。老婆这才对我实施家庭暴力，而我只想说，再来一口吧，亲。支线任务已完成，奖励已发放。闻言，我直接扛起车赶到店铺2楼。金丝楠木柜子、真皮沙发、高档的餐座椅，发了！我恨不得直接亲捅个2口，转身精力充沛的直接下厨炒了2硬菜。萧关红一看嘴都笑歪了。色纳肥牛金针菇，豉汁凤爪，我去这么奢侈吗？一屁股撞开一旁的冤种兄弟，他直接就是一通旋风吸入。这牛肉好嫩啊，酸酸辣辣的，火候掌握的刚刚好，金针菇也好脆，还有这豉汁凤爪。怎么我以前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鸡爪子，感觉白活了。经过油炸、浸泡、蒸制等10几道工序的鸡爪彻底入味，只要嘴巴轻轻一用力就能脱，肉质香软弹牙，偶尔能吃到的脆骨筋肉更是让口感变得更加丰富。萧关红吃的恨不得连骨头一起吞下肚子，宋胜白了他一眼也加入战局，一时间碗筷与鸡爪齐飞，巴掌共肥牛1色。老板能再来2盘吗？滚你丫的！我翻了个白眼，这豉汁凤爪太费时间了。这几天的菜单我都不打算上。行了，吃完了赶紧干活。家人们，在星辰北路上竟然有1块钱的米饭啊！今天探店小豪就带你来解密。我说小伙子，你们这个餐厅今天怎么就只卖辣子鸡了？我想吃昨天的锅包肉啊！哎呀，大叔，我劝你趁油赶紧吃吧，不然明天指不定我们老板就改成只卖煲仔饭了。我们老板做的辣子鸡绝了，你在外面花40都不一定吃得上，我跟你说。得，一样来1份。这餐厅每天菜单不一样啊。是不是因为昨天的太难吃了，所以换了？不应该吧，不好吃这大叔今天就不可能来了。直播间里弹幕一直往外蹦，许家豪这才算安了心。谁料这时，哟，兄弟直播呢？不好意思，你们店可以直播不？播你尽管的播，你尽情的播。来坐这吧，老板辣子鸡来1份。此时一旁的光头大叔点的辣子鸡刚好上桌，那浓郁的鲜香，那堆成小山般的鸡块。不是，这辣子鸡也太实诚了吧，大半盘子都是鸡肉啊。豪哥，你口水收收，不就是拍辣子鸡吗？至于馋成这个样子吗？但那个辣子鸡是真的香啊，家人们，不是我没见识啊，换你们来你们也流口水，不信你们看。说着他直接把镜头移向一旁的光头大叔，那真是风卷残云，连骨头都不放过。另一边的小情侣更夸张，为了盘蓝莓山药，筷子甩的那是一片血雨腥风。许家豪哈喇子真心忍不住，干脆就往透明厨房走去。此时的我正聚精会神地甩着大铁锅，锅里金色的炸鸡块跟火红的辣椒一起翻炒着，他鼻子里闻着那股麻香味，眼睛都看直了。观众们也不逞多让，我去这家店可以啊，全是现做的。话说我感觉那个做饭的大厨好帅，要不主播你还是把手机给辣子鸡那边挪挪，让我们再看看。你那是想看辣子鸡吗？我都不想戳穿你。等等主播菜来了，666。家人们，我的辣子鸡终于来了，你们看看这炸的外酥里嫩的鸡块，啥都不说了，我先吃为敬。一口鸡块入嘴，外皮酥脆咸香，内里软嫩入味，花椒油带来的椒麻味恰到好处，让辣椒的味道更有层次感。许家豪一时之间都忘了自己正在直播，于是乎1000多个观众在线围观主播暴风吸入。不是你一探店主播只顾着吃，都不说味道咋样的吗？这还用说吗？你看主播这二师兄的样子。吃吧，谁还能比你能吃啊？此时舔完碗的许家豪终于反应过来，对不起家人们，我光顾着吃辣子鸡了，我真的好吃，我不骗你们，这辣子鸡在这个地段卖40，估计都一堆人买。说完，他直播间竟然已经有1237人。家人们，我发达了，我赶紧再尝尝这个蓝莓山药。许家豪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连忙用勺子挖了一点蓝莓山药放在了镜头前面。家人们，刚才我看了后厨，这山药都是现蒸的，果酱看起来也是自己做的，我替你们尝尝。绝了啊，家人们，这乳白色的山药泥混着蓝莓酱，沙沙的口感在嘴里一抿即化，浓郁的炼乳和奶油把蓝莓的酸甜口感衬托得更明显，仿佛像是吃了一口温热的冰淇淋。行，主播你这么馋我们是吧？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家店到底什么情况，直播间的家人们等着。不是真有这么好吃吗？美女，你的辣子鸡来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辣子鸡？谁呀？领导你开玩笑吧？100块钱让我去那个死贵的咖啡店买10杯咖啡和10块蛋糕，他们那最便宜的咖啡25一杯，蛋糕最便宜的20，你这是让我去抢吗？心仪啊，这是对你工作能力的考验啊。对了，记得要发票，我好报销到。大领导这边开会还在等着吃蛋糕呢，你快点回来。快你妹呀！我花钱你报销，当我大冤种呢？美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没事，你不用管我。不对，给我6份辣子鸡，其中5份打包带走。反正我也不干了，你也别想好过。老娘今天豁出去了。对呀，心仪你可算回来了，那个苟延刚才还在骂你呢。
看他那个样子，估计刚被领导骂了。明姐，你放心，以往他天天抢你功劳，今天我给你出气。心怡，你要干什么？你可别冲动呀。话说你买的咖啡和蛋糕呢？这是辣子鸡，好香好好吃，滋味完全都进在里面了，就连骨头也好脆呀。不是我吹牛，我长这么大没吃过比它更好吃的辣子鸡。你在哪儿买的？我也要去。不对呀，心怡，不是说要买咖啡和蛋糕吗？这堆辣子鸡搬过去不合适吧？明姐，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这些辣子鸡这么好吃，不比什么蛋糕强。再说了，那个狗研究给了我100块钱，让我买10人份的蛋糕和咖啡，真当我是打杂的吃哑巴亏啊！和今天我就给压一点00后的小震撼，各位点心来了。这是开会吃的。好家伙，谁家互联网公司开会吃辣子鸡啊？这分公司怎么这么离谱？何心怡只当没听到。各位领导同事，我的上级苟延只给了我100块钱，却让我去这附近最贵的咖啡店买10人份的咖啡和蛋糕，还要我把发票给他。我一个刚来的小员工，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就知道100块买不到500的东西，所以我只能用这100块给大家一个交代。他打开盖子，香味飘出。这香味。00后整顿职场有多给力，只带着一桌鲜辣爆汁的辣子鸡，刚毕业大学生就直接干翻无良的狗领导。谁料转身一看，总经理，你这是？那个你是？我叫何心怡，那个苟延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明里暗里欺负人，以为大学生找工作难就想玩职场欺压那一套吗？还有你们这个 PPT， 我可是亲眼看见我们明姐做的，那个姓苟的根本就没怎么参与，还向上邀功，这项目能好了才怪。许江明原本就已经打算撤换调苟延了，这不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何心怡是吧？来，给他搬个椅子过来，坐下来跟我们聊聊。还有敏姐是哪个？是你吗？明姐一听连忙点头，心说这00后就是有。何心怡则是直接破罐子破摔。领导，我跟你说，这个辣子鸡可好吃了还量大，就100块钱，这在互联网你也算是针对用户需求了，对不对？来，您尝尝。许江明这终于是见识到了00后的震撼，但这咸香的味道确实太诱人。半推半就的夹了一块放进嘴里，结果舌头香麻麻的感觉瞬间让精神为之一振。结果好家伙，一口接一口，这是根本停不下来啊！老板，许江明这才百忙之中抬起头，别看这辣吃啊！我浑然不知自己的辣子鸡已经打入了互联网公司，甚至征服了老总的心。关门后环视四周，见天气已经转冷，直接就定下了明天的菜单，就做羊肉汤。炖汤时我特意选了绵羊肉，因为这种羊炖出来的肉汤颜色纯白，肉也更香一些。把羊肉连着骨头一起切成大块，扔进几个水缸大的不锈钢中，再放入清水和青花椒后浸泡2个多小时，去除血水和异味，然后焯水正式开煮。趁着这个时间，我又开始准备今天的甜点。芝士烤奶块，牛奶和芝士的浓郁香味在经过烤制之后让人欲罢不能。期间我又给炖汤的锅改了中小火，几小时后羊肉汤终于炖得差不多了，把大块的羊肉捞出来，那扑鼻的香气让旁边的2个吃货欲罢不能。我挑了块大的羊肉切成片，配上蘸水，转头一看，那2货羊肉汤都捧手上了。老板，我就不客气了。端起碗喝了一大口，那鲜美的滋味瞬间从舌尖开始蔓延，醇厚而不腻口，鲜香又细腻。转头再吃一块羊肉，蘸水一泡，那里微微的辣味显得羊肉本身更加鲜美，一股幸福感从心底而生。我去羊肉，你给我留点啊！家人们都去吃这家店，里面的辣子鸡好吃到骨头渣子我都没剩下，蓝莓山药的果酱也自己煮的，真是绝了。没错，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赌气买了一堆辣子鸡给领导开会吃，结果我们总公司来开会的领导特别好，把狗上级给开除了，还给我和我们组的另一个姐姐升职了。我觉得是辣子鸡给了我力量。什么吃了这家的辣子鸡能升职？那大学生期末管用吗？666也因此小店这天一开门就人山人海，然而人红是非多。羊肉汤20块，有点贵吧？虽然写着汤可以续，但不大不小的碗里飘上点葱花香菜，连肉都看不见，能吃什么钱？你别拿那些小破店跟我们楼老板的餐厅比，前2天锅包肉和辣子鸡那么多才20块钱，还巨好吃。今天这羊肉汤我觉得肯定也不会差。老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苏维成只能含泪屈服，一旁的男人默默打了个寒战。那个菜单上的都给我来1份。好嘞，您的羊肉汤。芝士烤奶块是现烤的，要等下。对了，羊汤在店里喝是可以续汤的。阿乔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盘子切好的羊肉和一大碗羊肉汤摆在自己面前，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隔壁就先叫了起来。你们没搞错吧？我们点的是羊肉汤，怎么还有这么多肉？没搞错啊，先生，羊肉汤里就应该有羊肉啊，只是我们单独装盘了。我就说这家店超级实惠吧，20块你去别的餐厅，给你那几片肉能飘在汤里看得见就不错了。何晶一脸胜利地看着男友，手里的勺子已经开动，羊肉汤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已经变得色如白雪，飘在碗里的葱花也沾着点点油光，一口汤下肚，整个身体瞬间暖洋洋的。
用勺子喝还是不过瘾啊！一旁的苏微成都给惊呆了。这碗羊肉汤闻起来是很香，可就20块钱的水平，要不要这么夸张？真是心里蛐蛐着。苏微成终于用勺子舀了一点羊肉汤送进了嘴里，结果好吃不对，好喝也不对，反正喝了这几口汤就跟吃了羊肉一样扎实。我之前20多年都白活了。苏微成真的是从来没喝到过这么好的羊肉汤。再吃一口盘子里的羊肉，不需要任何蘸料，鲜美的滋味瞬间就让他化身饿狼。这羊肉在炖的时候肯定没放盐，不然绝对会变得又老又柴。这大厨果然懂，不行，待会儿我一定要带一份回去。是吧？我现在都感觉我嘴里都有一只羊在蹦蹦跳跳的。一旁的何晶终于停止舔碗的动作。老板再来一碗。我去，比我还能吃。叔叔，这羊肉汤有这么好喝吗？你嘴角有个香菜叶子，还有羊肉渣。阿乔连忙擦了擦嘴角，他平常最注重仪表，怎么也没想到喝个羊肉汤连形象也不要了。不过在美食面前，那一点点仪表的瑕疵并没有问题，不好好享受美食才是问题。这个时候，娄远舟带着几份羊肉汤和芝士烤奶块走过来，其中一份羊肉汤和羊肉给了那对父女，另一盘子金黄色切块的烤奶块则是给了阿乔。这芝士烤奶块色泽明亮，每一块上都有烤制后留下的咖色奶皮。阿乔挑了一块放进了嘴里，浓郁的芝士香气瞬间盈满口腔，再配上滑嫩充满奶味的内馅，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看得一旁的小女孩哈喇子都流了下来。爸爸，我也要吃那个金黄色的小方块。乖，那是叔叔的，咱们的马上就来啊。没事，小朋友你尝尝。阿乔强忍着心动夹了一个过去，小女孩眼睛一亮，嗷呜就是一口，小嘴巴蠕动的速度那是越来越快，眼睛里写满了还想吃。而一旁他的老爸除了刚开始倒了个蟹外，现在就是疯狂喝着羊肉汤，根本没空理会，于是他只能继续看着阿乔。阿乔一看这哪成，连忙用小叉子把剩下的芝士烤奶块全都送到了嘴，接着灌了一碗羊汤。好在这时小女孩的芝士烤奶块也，结果小女孩一通暴风吸入。老爸，我还要。不行你妈，否则我就告诉妈妈你用她的号玩游戏，还连输了6局。只为一盘奶香浓郁的芝士奶块，3岁小女孩笑出高度，笑出强大，一旁的我差点笑嘎，却不知从此我的烂桃花从此下至8岁，上至80，跟着菜单随时更新，辣子鸡、红烧肉、话梅排骨，可爱萝莉、冷艳女警角色名模。你不要过来老板再来一份羊肉汤，放保温杯里带走。啥保温杯？这我也是开了大眼了，殊不知乔老师你可来了，今天新来的化妆师竟然连眼线都画不好，蓉蓉姐气的不行，直接发飙把人给骂走了。我知道，这些人我也是服了。蓉蓉姐，一会我来帮你化妆，你先稳定下情绪。怎么稳定？跟那些人说了多少次了，拍重要的广告不要用那些走后门抬进来的化妆师，水平连小学生都不如。身为名模的碧蓉五官精致，脸上微微带着怒气，反而更让她有一种明艳的美。阿乔哐哐点头，是。对了，我带了浓香的咖啡，你试试。我先去外面接我的助理。他不舍得放下保温杯，忍着心痛道：你可一定要喝，不喝后悔哦。碧蓉看了看桌上的保温杯，完全提不起兴趣，打开盖子更是直接傻眼，这白花花的里面还飘着香菜，仔细看看还有肉，这不羊肉汤吗？这个阿乔多少是带了点不靠谱在身上。他本来想发火，但那奶白的羊肉汤实在是太香了，试探着夹了块羊肉，浅浅咬下一口，鲜嫩香，独属于羊肉的味道充满了口腔，就还挺好吃的。他忍不住仰头又喝了一口，那醇厚且鲜香的浓汤在口腔里慢慢延展，最后整个味蕾都能感受到那股独特的香气。怎么能这么好喝啊？蓉蓉姐，乔老师说。四目相对，蒋莹莹愣愣地看着嘴角两边还挂着油的碧蓉，碧蓉看着愣愣的蒋莹莹，彼此都相当尴尬。那个我待会再来。蒋莹莹砰地关上了门，碧蓉趁机舔了舔瓶盖，擦了擦嘴角，像啥都没发生过一样淡定地来到片场。那个等会儿把店铺地址给我。蓉蓉姐要的那我肯定给，不过呢上次说的长期合约就这么定了，回头签合同吧。谢谢蓉蓉姐，网上说的果然有用，老板真显灵了。相信这一点还不止他一个，隔壁那个老板真那么神啊？那当然了，昨天咱餐厅的小刘去吃了那个辣子鸡，说是巨香无比，肉比辣椒还多，一点都不像咱们这用的料理包。最关键的老板兼厨师还是个帅哥，这比咱那个地中海秃头老板强。嘿嘿，那肯定强上许多。暗处的老板听到这脸都绿了，身上的怨气更是能养活17、8个邪剑仙。我就不信了，一个小白脸能有什么本事？我去这才几点就卖光了。看着牌子上那鲜红的售罄2字，钱百川这个心啊，拔凉拔凉的呀，晚上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下，梦里都是自家用料理包上了全网热搜，然后全家连同2漂亮闺女3小老婆都被我收购，这家伙给他吓的，第二天早早就蹲守到我门前。红烧肉20元，咸蛋黄锅80元，
大米饭1元，切这红烧肉不就是料理包里面最常见的菜色吗？我就知道这小白脸没啥本事。钱百川大摇大摆地进了餐厅，眼见一旁的顾客抱着一盘比他头还大的红烧肉大快朵颐，他更是确定这么大的分量，不是料理包，我当场倒立自宫。想到这儿，他直接跑到透明厨房前站着。萧关红好心提醒了他一句：“先生，您不找位置吗？”心虚了吧？我这人就爱站着，你有意见啊？好吧，您随意。钱百川斜着眼冷哼一声，双眼跟探照灯似的死盯着我，可我却只是悠然地把五花肉切成块，再用加了花雕酒的凉水给肉焯水。不是，这咋一点料理包的痕迹都没见着？算了，不急，只要继续盯，一定能发现。他紧张的连眼珠子都不敢转，我却哼着小曲焯着糖色，直至咕噜噜冒泡泡，就把焯好水的五花肉连着佐料一起倒入了锅中，翻炒一会，加上热水。宋盛看好锅，记得撇沫，再煮一会就放进高压锅呀。说完，我倒出一旁高压锅中已经软烂的红烧肉，加上盐，开始收汁儿。一抬头见到刚才盯着我的男人正死死地盯着锅里的红烧肉，嘴角还有些可疑的晶莹。先生，你的红烧肉好了。我找个地方坐下，我坐呢。钱百川擦擦口水，正准备尝尝味道再说呢，结果回头一看，整个餐厅坐得满满当当，连天花板上都倒挂着几位神人，哪里还有他的位置？脑海里顿时无数的问号飘过。客人，你看，要不给你打包？那不行，我还没看够。不是，站够呢。把米饭给我盛这个盘子里，我就在这端着盘子吃。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前列腺炎，还尿频尿急尿不尽，医生都让我多站着，你有意见啊？来，您自便。萧关红人都麻了，急急忙忙的把米饭扣到红烧肉上，就一溜烟跑了。肚子早就已经咕咕叫的钱百川看着眼前这一大盘子红烧肉，轻轻一晃，还顿顿的，直接一口塞进嘴里。结果，闺女们、老婆们，我对不起你们啊！红烧肉早就已经软糯无比，牙齿轻轻触碰就让肉变成了数个小块，仿佛就像是冰淇淋入口即化一般。酱油与糖所带来的美味早就进入了其中，每咀嚼一下都让人更陶醉其中，无法自拔。在扒拉上两口拌上些咸甜的肉汁儿的米饭，什么山珍海味、鱼翅爆肚，在这一口面前都弱爆了好吗？这一顿吃的他是疯狂点头，我都害怕他会噎着，赶紧给他递了杯水。这位老哥，你慢点吃。哎呦，兄弟，这红烧肉真是太好吃了。切，那个咋是你呀？看着我热情的笑脸，此时的钱百川真是百感交集。我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了追求高利润，把之前那些大师傅们给开了，换成料理包，弄得如今门可罗雀。现在还想来折腾别家人，我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兄弟，谢谢了，是你让我找到了做美食的初心呀！啊，妈耶！我话还没说完，一张油腻腻的大嘴就直冲我而来，我疯狂挣扎扭动，奈何对方200-300斤的体重取得压倒性胜利。救命啊！大哥有话好好说，我真的卖艺不卖身啊！胖橘猫黑影一爪子甩上来，英雄救美！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只为了一盘软糯香甜肥而不腻的红烧肉，8尺壮汉就化身 Disco， 抱着我哐哐猛亲的同时，还不忘冲到大街上放声高歌。别忍了，我的减肥人们，都多久没有好好吃过一次红烧肉了？别再咽口水了，饿了就跟我一起来吧。这里的红烧肉燃起来，这里的大厨真精彩。别唱我卖艺不卖身啊！干嘛摘了？你路走窄了啊？就你这颜值不拿来打个广告可惜了。大胖橘一爪，橘哥，恩人啊！然而这只胖橘侠是高贵冷艳的瞥了我一眼，就身若秤砣，动若脱兔的跑走了，徒留我一人在原地深情呼唤。此时钱百川也终于重新成为了类人生物。兄弟大恩不言谢，我这就回去整改饭店，咱们来日再战。你可别再来了！白了眼被钱百川吓得瑟瑟发抖的俩怂货，我直接把一旁的锅巴当他们给炸了。然而晦气的事还在后面。服务员，那人是不是没结账啊？要不要我们帮你把他抓回来？早就已经冲出去的年轻男人却不知道这个小插曲。妈呀，我知道了没？老师，你这速度不去参加奥运可惜了。等等，什么味道这么香？于强干咳了2声没说话，直接打开了那份咸蛋黄锅巴。被炸得酥脆的锅巴外面裹了一层层咸蛋黄，看上去还会发现似乎还带着点白色。仔细一看，原来是鸭蛋清。好家伙，这咸蛋黄还真是店家用咸鸭蛋馅包的。他拿起筷子挑了块小的，直接咬了一口，那声音听起来比炸鸡外壳要闷一些，却也更有反馈感。咸蛋黄沙沙的口感率先占领了口腔，随后而来的大米焦香又让这咸香的味道变得更加迷人，越嚼越香。再打开红烧肉，一大盒看着顿顿的方形肉块，直接让一旁张扬破了，嘴里的炸鸡顿时就不香了。老师，我想不，你不想。那个我的意思是，这看着一般般的，还是老师先替你试试吧。昧着良心，于强咽了下口水，在自己学生的灼灼的目光下之下吃了一口。温热的红烧肉香滑 Q 弹，唇齿留香间，五花肉的精华似乎在口腔里迸发出生命的活力，让人只想再来一口。再用汤汁拌口米饭。老师太好吃了，你在哪买的？灭土为师也只有这一盒。这边师生大战，那边我直接罢工。两关键时间饭怂的，还想让我亲手做饭，吃烧烤去吧。老板真不是我们怂，而是敌人太可怕。是啊，老板，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啊！去你丫的！
我笑骂了一句，直接开车把他们领到了个烧烤摊。二子秘制烧烤，这名字怎么这么奇怪？还有这店，看着那破破烂烂的门头，还有似乎已经被各种油渍浸了10几年的小桌子，萧关红有点打退堂鼓。你懂什么？就这种店才有好吃的呢。哟，小楼啊，听说你出息了，也开店了，开在哪儿啊？改天阿姨有空也去给你捧捧场。来来来，快来坐这边，今天的牛肉特别好，阿姨给你打包票。好嘞，阿姨，武川秘制烤牛肉必须要点啊，蘑菇筋也不错，来武川，还有烤鸡心、土豆片、油麦菜也武川，还有3份烤馒头，都要辣呀。我跟你们说，他家烤馒头一绝，吃完忘不掉。萧关红闻言左右一瞄，跟印象中那种细细的签子上串了一丢丢肉不同，这里每一串烧烤都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还有什么酸辣土豆丝、铁板鲫鱼、生腌蟹钳和金牌涮卤，无论哪个都看得他口水直流，望穿秋水。等到热腾腾的烤串一上桌，萧关红那是直接就下了嘴，烫，不过好吃。刚刚烤出来的肉串还带着那股子热气，滋滋往外冒油，牛肉经过烤制的香气四散而开，清晰的纹理上沾着一颗颗调料露，光闻就能知道一定是新鲜的肉才能烤出来如此的香气。宋胜此时也抄起2串牛板筋左右开工，半透明的牛板筋经过烤制之后色泽变得金黄，一口咬下去，汁水在嘴里蔓延，口感既嫩又相当有嚼头，那种在炭火上烤过后的油脂散发着令人沉醉的芬芳，有些表面烤得略带脆感的地方焦香十足。娄老板，以后有这种好地方多带我们来啊。又下手拿了串烤鸡心，萧关红吃的完全顾不上擦嘴。那肯定，以后有机会带你们去我知道的那些小店，虽然比不上那些带星星的餐厅，但是这人间烟火气可是那里比不上的。说着，我忍痛从嘴边让出最后一串蘑菇筋，尝尝。这口感无敌了，油滋滋的，又辣油水又充足，嚼起来还弹牙。冯阿姨，再来10串蘑菇筋，10串烤板筋。好嘞，稍等下，这是你们的烤馒头，1盘凉拌花生和1盘凉拌牛肉。烤馒头你们尝尝，这馒头是冯阿姨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再烤，我爱吃。两人低头望去，每一份都是3个小馒头串在一起，外皮已经烤得酥脆，上面跟烤肉一样撒了不少胡椒面、辣椒粉，咬下去酥酥脆脆，内里还保留着馒头那股面香，确实比一般的馒头要好吃不少。好吃，我感觉这家店的水平有咱娄老板一大半的水平了。嘴里嚼着馒头，萧关红又拿着筷子夹了块凉拌牛肉进嘴里，炫饭炫的直接就蹭到了人家烤炉旁，烤好一串就撸一串。等他结束后，郑阿姨人都累瘫了，我把这体重飙升的吃货拉到车上也快累瘫了。回到家里直接就昏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时倒是感觉神清气爽，再把之前做的酱肉大包子用空气炸锅烤了一下，咬一口滋滋冒油，顺便再做碗荷包蛋。哎呀，这个 feel 倍爽！吃完一抹嘴，我开车直冲菜市场而去。今天这猪肉不错呀，老板，猪小排我全包了。顶着一群老阿姨刀锋般的眼神，我默默低头扛着猪小排飞速走人，感受到那沉重的分量。这几天似乎做的都是纯肉菜，今天是不是应该适当加点蔬菜？可再转念一想，吃什么蔬菜？吃肉才是 YYDS。不管是小朋友、年轻人还是老人，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多吃肉。此时眼前刚好出现了一家卖蜜饯的摊位，这不巧了吗？前几天刚看了放话梅的糖醋排骨食谱，老板话梅先给我来个10斤，美滋滋的买了做糖醋排骨的食材，我顺手又扛了几包糖腌过的玉米粒，今天的甜品这不就有了吗？知识局玉米馋苦小孩子，家长们，你们的钱包就等着颤抖吧。今天的菜单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后，我一路哼着小曲唱着歌，来到星辰100号，谁料一低头，一只大胖橘。橘哥，怎么是你？昨天要不是橘哥及时胖救英雄，我的清白可就要不保了呀！想到这里，我二话不说冲进店里热了份红烧肉，双手捧到了橘哥面前。橘哥勉为其难的掀开眼皮，愚蠢的人类，不知道喵喵都是爱吃鱼的吗？算你识相喵，再给本喵来上3盘了喵。橘哥，你这肉真没一斤是白长的呀！行吧，我先帮你进去。哦，轻点呀喵！我去，橘哥，你腿咋了？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顶好吃的话梅排骨来了，哦，你家3花吃了满意，玳瑁吃了爱你，布偶丑错。橘哥，物种错了呀，橘哥。嫌吧愚蠢的人类，把你女朋友吃了满意，男朋友吃了爱你。啊，萌物说什么都是对的。开业5天，美食小店终于迎来顶级大奖，可惜腿却是瘸的，我心疼的当场就给橘哥磕了2个。橘哥，我这就抱你去宠物医院。我没抱动，怎么可能就搁这店勺练出来的肌肉？我使劲抱也没抱动。那个老板，看来这橘猫是实心的，要不我俩一起抬过去？轻点，稳点。对的，就是这个速度。担架上，橘哥啃着排骨挥斥方遒，路两旁，我俩抬着橘哥泪落如雨。橘哥，你该减肥，那啥我啥都没说。行了，到医院了。啊，你是隔壁那个远钟楼的大厨吧？我去过你们店排队，你来了，杜医生肯定会开心的。杜医生是？这是只流浪猫吧？杜医生有只大橘受伤了，是大橘哦。护士特意强调了一遍，房内立刻冲出一个年轻的医生，此人金丝眼镜，头发茂密，绝对是众多熬夜党看了会羡慕的水平。猫放台子上我看看，你
你不是隔壁刚开的那个奇怪餐厅的大厨吗？啊，其实也不算是很奇怪吧？还不奇怪，下午营业不说，还天天换菜单。我说这猫很胖啊，我看看，公猫受了点外伤，处理一下就好了。对了，你现在要不要顺便给它嘎个蛋？看着他那历尽千帆云淡风轻的样子，我瞬间胯下一凉，菊哥更是拼命的挣扎起来。喵喵喵喵喵了！目测骂得挺脏，我默默捂紧菊哥的嘴。暂时不用了哈，医生处理伤口多少钱？钱嘛倒不用了，不过这我妹妹杜青兰，我俩早就惦记着你店里的东西了，奈何每次去你不是关门了，就是门口排着大长队，就是吃不上，完全吃不上。说到这儿，兄妹俩水汪汪的狗狗眼齐齐望向我。那杜医生还有杜护士，你们的意思是我就天用午饭换这大橘猫的诊费？没错，那没问题啊，小事儿。今天做话梅糖醋排骨大米饭，还有芝士焗玉米，中午我做员工餐，顺便给你们送一份。那楼老板你先去忙吧，这大胖橘放在我们这儿你放心，喵喵这里有好吃的猫条哦。放开本喵！你们这对可怕的嘎蛋兄妹，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附近的流浪猫十有八九都遭到过你的门的魔爪。喵喵喵！人类，农历快来带本喵走。菊哥，我下午来接你啊。回到酒楼，我换了身衣服，就把买好的小排剁成一块一块的装在盆里，加了点淀粉进去，然后冲凉水，再加葱姜料酒焯水，同时起锅开始煸炒各种香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楼老板就算只把香料在锅里这么一炒，都比外面店里做的饭香？这倒是真的，就算是再普通的食材，感觉到了楼老板这里都会变得很好吃。说话间，香料已经煸炒完毕，一大锅剁成段的小排被放入锅里来回翻炒，时不时的放一些佐料进去。等放了香醋之后，那小味儿呲的一下就上来了。此时再加入开水和几粒话梅煸炒，那话梅颗颗肉粒饱满，表面还带着霜。萧关红偷偷塞了一颗，酸酸咸咸的一抿就是满口的口水。我懒得理会他的小动作，撇去浮沫，将排骨放到砂锅里继续炖煮，就开始做芝士焗玉米。控干玉米粒的水分放在小烤盘中，加入沙拉酱，撒上芝士，塞进烤箱。齐活，不是你们把大脸贴砂锅那么近干嘛？老板啥时候才能好啊？瞧你们这没出息的样，至于吗？收汁的时候，这两货依旧眼巴巴地站在我身后。只见那锅里的汁水越来越少，那酸酸甜甜的味道越来越浓郁。若不是那锅太烫，这俩货都恨不得自己下手去抓一块来吃。爷爷也终于出锅了，散发着酸甜香味的排骨色泽明亮，表面点缀着一点白芝麻，因为在砂锅里焖煮了50多分钟，早就已经相当软烂。萧关红挑了一块最大的，直接把骨头从里面抽了出来，然后把剩下的排骨肉整个扔进了嘴里。裹着炽热汤汁的排骨肉质软烂，但是其瘦肉的部分却又相当有嚼劲，再加上又酸又甜的口感，实在是让人拍案叫绝。烫，但还是好吃啊！呜呜，这个酸甜的感觉绝了。好吃归好吃，你们也要注意形象。这里面竟然还有一点点话梅那种特殊的味道，不愧是叫话梅糖醋排骨。生怕这俩货噎着，我赶紧去拿了2杯水，结果一回头，那桌上别说糖醋排骨了，连汁儿都被萧关红他们2人用馒头给清了个干净。你们俩是属清道夫的吗？这么快？我嫌弃的又给他们上了一盘，随即打开烤箱，刚才烤好的芝士焗玉米如今已经散发出了浓郁的芝士香味。我深深吸了一口，打包好一切，转身直奔宠物医院。谁料刚到门口，哥你闻没闻见一股糖醋排骨的味道啊？这嗅觉有点过于灵敏了呀。哎，别说，我也闻着了。宠物医院哪来的排骨味？你俩是真饿了啊？我去，这什么情况？赶紧追啊！要是咬人了，事就大发了。一群人浩浩荡荡追得直喘气，结果刚跑到大厅，就看见那二哈正弱小无助的哀哀嚎叫，那声音凄凄惨惨戚戚，就是哈喇子流了一地。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哎呀，楼老板，不好意思啊，这二哈正检查着，突然就冲出来了，没伤着你吧？这小护士不愧是专业跟猫猫狗狗打交道的，那手劲儿杠杠的。然而这只二哈就算被人捏住命运的后颈皮，却依旧锲而不舍地冲我狂奔。哎呀，我的祖宗，你可千万别到处吓唬人了，对不住了兄弟。没事没事，还真是糖醋排骨味。楼老板，你这个袋子里有糖醋排骨，是给我们的午饭吗？杜青兰百忙之中鼻子还不一个劲地往我这边闻，我晃晃袋子，话梅糖醋排骨、芝士焗玉米还有米饭，双人份的，稍微热一热就跟刚做好的没区别。楼老板，欺人呐！这倒也大可不必。对了，我那只大橘呢？在里面呢，跟我来。杜青兰随手摁上二哈狂流口水的大嘴，一手就进去把橘哥拎了出来。很健康，伤口已经上了药。话说你真不给他嘎个蛋吗？很快很便宜，而且对他身体很有好处的。这